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他把我家底骗光了，然后要跟我离婚。我妈因为这事投河了，我肯定要杀他全家。监狱里，张大军面对记者的采访，如是说道：2003年冬天，在外打工1年的张大军提前回到老家，打算趁年底这几天在家继续相亲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过年期间回家相亲，以前几乎每年都相，但却总是失败。原因是张大军打小就有口吃的毛病，说话一直不利索。除此以外，他本身外貌条件并不差，要个头也有个头，而且父母年轻，都能挣钱。只可惜张大军学习一般，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，在外奔波20多年，如今已经38岁，却还没有找到对象。跟他一边大的同乡，很多都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爸。不仅张大军的父母着急，他本人也着急。他们一家如今最大的心事就是找对象。这次早在张大军回来的前几天，他爸妈就已经托媒人给介绍了一个姑娘，是外村的，距离他们村70公里。张大军回来的第2天，他妈就急不可耐地催促他去跟女方相亲。张大军也很兴奋，暗暗在心里祈祷这次可以成功。于是他精心打扮一番，跟媒人去了姑娘家。单身这么多年，张大军对于择偶标准其实非常低，只要是个正经女人，胖瘦美丑都无所谓，哪怕是有点残疾，他甚至也能接受。所以刚一见面，他就看上了那个叫马芳芳的姑娘。只不过他总觉得对方似乎年纪比自己大了点，不过这也无所谓。俗话说女大3抱金砖，张大军很满意，因为之前受过口吃的亏，最后导致钱没少花，事没办成。这次张大军学聪明了，提前就跟人家说明自己嘴上有点问题，要是行就接着谈彩礼的事，要不行就再另说。让他意外的是，马芳芳一家人对于他的口吃并没有太在意。马芳芳的母亲只说了一句：只要对我女儿好，嘴上有点毛病都不叫事。张大军一听，心里很激动，感觉这次能成。毕竟自己除了嘴上的缺点，其他条件真心挺优秀的，主要是人老实。张大军是家中独子，父母早就给他在城里买了200平的大房子，还有2间商铺，另外家里也盖了小洋楼。加上这些年自己打工的积蓄，家里拿出个几10万现金，没有多大压力。那咱们就再谈谈你的硬件吧。跟我女儿结婚，肯定得有房子，还得有车子，彩礼不能少于6位数。还有，我们家就一个女儿，绝不能让她受委屈，所以房子必须要单独写我女儿的名字。这是为了防止你以后出轨，对不起我女儿。至于车子，必须要买新车，也要写我女儿的名字，另外不能有任何贷款。未来的丈母娘对着张大军滔滔不绝，说了一大堆极其苛刻的要求。最后说到彩礼，未来丈母娘伸手比了个6，彩礼我们要66万，1分不能少。你能接受就找日子订婚，不能接受我们也不勉强你。张嘴就是66万的彩礼，对于农村出身的张大军来说，确实有点震惊。他于是扭头看向旁边的母亲，为了能让儿子娶上媳妇，也为了自己能早点抱上孙子，淳朴的张母当场点头：行，就66万，我们没意见。双方一拍即合，不久便举行了订婚仪式。接下来进入紧锣密鼓的结婚前准备工作。张家花重金将城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遍，
又带着未来儿媳去4S店买了一辆宝马牌汽车。这个时候，马芳芳又提出新要求，我还要买钻戒，不能小于2克拉。买，咱这就去买。一家人又带着准新娘去了珠宝店，一问售货员，2克拉的钻戒居然要10几万。张母震惊了，于是跟准儿媳商量，看能不能买小1号的，5、6万的行不行？不行，一辈子就结一次婚，这可不能马虎。你们要是不买，这个婚也不用结了。女方当场翻脸，转身就准备离开。张大军急了，婚事好不容易进行到这一步，他要是一走，8成又要黄。于是张大军及时叫住女方，我给你买。可实际上他家哪还有多余的钱？彩礼、新房装修、买车等等开销加起来已经100万，家里那点老底基本已经空了，到时候筹备婚礼还需要不少钱呢。张大军的父母是真没想到，给儿子娶个媳妇，直接要了他们半条命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去四处借钱，甚至是贷款。最后总算是把那颗2克拉的钻戒给马芳芳买了，准新娘这才心满意足。小插曲过后，一家人喜气洋洋，就等着儿子结婚那天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结婚的当天竟然发生了让人震碎3观的事情。结婚仪式刚进行完，女方以上卫生间为由，却迟迟未归。张大军左等右等，最后干脆找去了卫生间。结果当他经过楼梯口的时候，竟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女人娇喘的声音。张大军悄悄将门打开，竟然看到昏暗的步梯楼道里，新娘马芳芳竟然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热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张大军不敢置信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差点就晕过去了。两人见状，连忙分开。男人手忙脚乱提上裤子，然后对女人说了句“芳芳，回头见”，然后就跑了。原地只剩下马芳芳和张大军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？大军，你听我说，他是我前男友，我们其实已经分手了，是他知道我要结婚，非要再见我最后一面。不信你看他给我发的短信，所以你就跟他。张大军气得浑身发抖，这还没结婚，自己就被戴了顶绿帽子。要是以后结了婚，那家里岂不是要开帽子店？大军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，我发誓以后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，要不然就让我不得好死。马芳芳也是急了，什么毒誓都敢发。张大军见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如此恳求自己，一下子就心软了。再加上马芳芳精湛的演技和故意示弱，张大军最后选择原谅她，并且答应永远不把刚才的事告诉其他人。于是二人重返婚礼现场，脸上挂着只有自己才懂的微笑。其实马芳芳真正打动张大军，取得他原谅的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他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张大军眼看都奔四了，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个老婆好好过日子，然后孝敬父母。他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。可即便如此简单的要求，马芳芳也不能给他。婚礼结束已经是晚上，按说这时新娘就要跟新郎回家，正式入洞房了。结果出了酒店门口，马芳芳的母亲却一把拽住了女儿，你今晚跟我回家住。旁边的张大军一听，赶紧问道，妈，我和芳芳都结婚了，今晚她应该回我家。不行。马母立刻白了张大军一眼。为什么？张大军满脸疑惑，还以为这是他们村里的风俗，没想到马母却说道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万一你以后对我家芳芳不好，
他可怎么办？妈，你放心，房子、车子还有彩礼钱，包括今天收的礼金，都在芳芳手上。我怎么敢对她不好？我可以保证，如果我敢辜负芳芳，就让我净身出户。丈母娘这时眼珠子一转，接茬说道：“可我怎么还听说你家好像还有2套商铺？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跟我说？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们留了一手？想不到你这么不老实。”没有没有，妈，你听我说。张大军急了，赶紧解释：“商铺是我爸妈以前给我买的，这2年一直租给别人做生意，我家平时就收租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现在就一个要求，把商铺过户到我女儿名下，不然你们就不能同房。还有，以后的租金也得交到我女儿手里。”张大军陷入了为难。你想吧，想好了再来接芳芳。马母完全不给张大军任何余地，当即便把女儿拉到车上，一家人扬长而去。新婚之夜，新娘竟然回了娘家，张大军感觉自己脸都丢光了。周围邻居听说后，开始在背后议论纷纷，觉得这个新媳妇不是省油的灯。张大军回家把事情跟父母一说，父母也沉默了。可是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根本没有回头的余地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第2天，张大军的父母决定把商铺过户到马芳芳名下，只要她肯踏实过日子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房子在谁名下没差，马芳芳再次如愿以偿，这才正式住进了张家。晚上，张大军看着美艳动人的新媳妇，心里高兴极了，就想过去跟对方亲热。结果马芳芳却将他推开：“我这2天来例假了，不能同房，等过几天吧。”张大军无奈，只能等。一晃1个多月过去，每次张大军想跟马芳芳同房，对方都用各种理由拒绝他，以至于到现在他还没碰过新媳妇，搞得他爸妈每次问他儿媳妇什么时候怀孕，张大军都无言以对。张大军心想，反正都结婚了，先慢慢培养感情，等2人有了感情，那种事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2个月，马芳芳竟然跟他提出了离婚。为什么？张大军听到离婚2个字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我们性格不合适，而且你有结巴。马芳芳撂下这句杀人祖心的话，直接就回了娘家。张大军和父母几次3番前去接他回来，结果每次都被对方父母拦在门口，连个人都见不到。跑了10几次之后，张大军一家彻底死心了。看样子人家是真心不想跟他过，没办法，离就离吧。但是离婚之前，张家要求马芳芳一家把66万彩礼退回来，起码也得退1大半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房子、商铺、车什么的，名字都得变更回来。至于那颗10几万的钻戒，张家愿意送给他们，马芳芳一家断然拒绝，说那都是结婚时候张家许给他们的，没有退还的道理。张大军一家直接傻了，他们忙前忙后，花了几百万，娶了个媳妇，还是有名无实，甚至都没在一张床上睡过。结果现在对方一句性格不合加结巴就要离婚，还直接霸占了他们的婚房、新车以及高价彩礼，这些都是张大军父母一辈子的积蓄，还有他本人打工20多年的存款。另外，为了结这个婚，他家还借了一屁股债，现在落得个人财两空，换谁恐怕都无法接受。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说理去。张大军气不过，再一次找到马芳芳家，就算彩礼他不全退，那么退1半总行吧。实在不行，商铺送他1套，但是其他的他必须退回来，不然他们一家人就没法活了。
可是这次张大军还是没有见到马芳芳，而是见到了马芳芳所谓的表哥。对方一言不合，直接把张大军打了一顿，警告他不要再来骚扰马芳芳。张大军无奈之下，和父母一起去了法院，将马芳芳一家告上了法庭。然而他们这种情况在法院看来，最多算民事纠纷，基本都是以调解为主。法院那一套对付讲道理的人还行，换到马芳芳一家人身上完全不奏效，所以这件事就一直处在一种相互扯皮的状态，几个月都看不到一点进展。张大军的母亲因为这事开始变得郁郁寡欢，经常半夜跑到院子里哭泣，直到有天晚上，张母独自出去散心，再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有村民在附近的河里发现一具尸体，打捞上来，发现是张母亲的自杀，让张大军陷入崩溃。他一个人喝着闷酒，喝醉以后给马芳芳打电话，对方还是关机。心灰意冷的张大军不经意看到门后剁柴用的斧子，一个疯狂的想法迅速涌上心头。傍晚时分，张大军再次来到马芳芳家，用力砸门。张母一看又是他，直接二话不说就开骂：“你这个狗皮膏药，没完没了是吧？自己什么德行不知道吗？你是个结巴，有什么资格配得上我家芳芳？彩礼我们1分钱也不会退给你，死了这条心吧！你叫法院的人来也没用。”张大军还没说话，就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通。本来他心里还有些害怕和犹豫，现在被马母这么一刺激，加上之前的酒劲，他一下子变得气血翻涌，愤怒无比，拉开衣服，从里面掏出用报纸包裹的斧子。“哎，你想干什么？”马母看到张大军手里握着被磨得锃亮的斧子，直接瞳孔放大，吓了一跳。“你敢！”话没说完，张大军一斧子砍到他脖子上，马母惨叫一声，瞬间倒在血泊里。“怎么了？”马父闻声跑出来，张大军毫不犹豫，又是一斧子下去。此刻的张大军没有任何恐惧，只有满腔的愤怒和麻木。他大步走进院子，嘴里喊着马芳芳的名字，走进客厅，看见马芳芳正坐在那里看电视。马芳芳看见张大军提着一把血淋淋的斧子，直接吓呆了。他瞪大双眼，张着嘴巴，坐在沙发上傻傻看着张大军。不是不想跑，是双腿早就不听使唤，甚至连声音也发不出来。正在这时，楼上下来2个男人，张大军一看还都认识，他们一个是之前跟马芳芳在婚礼上偷情的情夫，一个是上次打自己的表哥。“妈的，你还敢来！”2个男人看到杀神附体的张大军，尽管也有些发怵，但依然嘴硬。他们左顾右盼，正准备找家伙，没想到张大军直接举起斧子冲过去，先是砍翻一个，另一个大叫一声就往楼上跑。张大军直接把斧子甩出去，砍中了对方的大腿，接着追上去疯狂补刀，到最后只剩下马芳芳一个人。“不要杀我，我退你，彩礼都退你，房子也给你。”马芳芳吓得大哭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张大军最后一个处理完马芳芳，独自坐在马家的门口发愣，直到周围围满了村民，大家都远远看着他。对于马家的遭遇，那些村民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同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张大军略微恢复一些，这才主动掏出手机报案自首。被捕以后，他才知道，原来马芳芳一家根本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是一个有组织、有计划的职业婚骗。那个和马芳芳偷情的男人，正是他们的组织者、老板，同时也是马芳芳名义上的老公。他所谓的父母、表哥，
也都是合作关系。办案人员在他家里一共搜出了20多个离婚证，以及10几个房本和大量现金等等。张大军凭一己之力摧毁了这个残害无数家庭的职业骗子团伙，自己也付出了惨痛代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